张作霖认为与蒋介石决战没有什么好处，所以一度向后撤退。到了1928年5月，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威胁到了北京、天津地区。在听野无马的撮合下，张作霖也同意了满蒙五路的建设计划。日本田中内阁认为不能让张作霖战败下野，田中认为只有张作霖能够推行满蒙政策，所以建议张作霖退回东北。张大帅也同意了退回东北，但是关东军认为，如果张作霖回到东北，满蒙五路修好了，关东军将没有存在的意义。军部有一部分人鉴于张作霖有排日倾向，认为张作霖无可救药，严重影响了关东军的安全，需要让东北分裂，需要替换成其他人。他们甚至暗中都接触了张景惠等人，这些都是除掉张作霖就行。关东军司令冈村将军也赞成这个结论。具体策划实施的是河本大佐，他派竹下义勤参谋到北京侦察张作霖的行动。没过多久，竹下参谋便告知河本大佐，张作霖决定乘火车回奉天。随后，河本派出侦察者到山海关、锦州、新民等金丰县要地实施监视，安排工兵队长详细侦察了奉天附近的铁路，发现奉军戒备森严。河本觉得必须选择日军能够比较自由监视的地点，经过多方研究，得出结论：满铁线和金丰线交叉点皇姑屯最为适合，因为满铁线走上面，金丰线走下面，日本人在那里走动不会打草惊蛇。只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袭击火车，另一种是炸火车。如果用第一种方法，会立刻就知道是日本人干的；用第二种方法，或许能不留痕迹地达成目的。为了预防爆炸失败，还准备了第二道计划，即火车出轨翻车以后，使用刺刀队冲上去刺杀。奉军也注意到了这个交叉点，要求在满铁线堤防上派中国士兵，毫无疑问被关东军拒绝。警备该地点的步兵大队中队长东宫铁男上尉就是爆炸的直接指挥人，神田太之助中尉、富田大尉负责勘定地点，工兵中尉队长桐原真寿等人负责装置电流炸药，东宫铁男负责控制引爆器。日本关东军派来自朝鲜的工兵在铁道交叉点上工作了6小时，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在30个麻袋内，安置在铁路线交叉点桥墩上面的2处，设置了2道爆破装置。在桥墩500米外的瞭望台上设置了电线按钮，以控制触发爆炸，同时准备了2个中国人拉到附近刺杀，并在死者身上塞进了与南方有关的信。1928年6月1日下午，张作霖向各国使节告辞。3日，张作霖同意了张宗昌继续留在山东。张作霖以大元帅之威荣，乘专列告别北京。亲眼看到张作霖离开北京的竹下义勤电告关东军司令部说，张作霖将第5夫人送上了黄色7辆编组的列车，自己乘坐20列编组的绿色列车前往奉天。丁野无马在天津下车，说是要和潘副总理安排张宗昌留在山东的事情。毫不知情的张作霖往爆炸地点走去。6月4日早晨，列车到达了交叉点，轰隆的爆炸声过后，腾起了200公尺的黑烟，飞沙走石，铁轨弯曲的像天津麻花一样，车厢有的脱轨，有的起火。张作霖的车厢被炸碎，车身蹦出去了几米远，吴俊升头部不幸扎进了一颗钉子，当即死亡。张作霖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洞，被温守善用一个大绸子手绢堵住。温守善和张学珍一起把张作霖抬上了齐恩明的汽车，由副官王献武抱着横卧在车上，以最快的速度向大帅府驶去。到了大帅府东院的小青楼，在1楼客厅里抢救，上午9时死去。他最后一句话是：我受伤太重了，恐怕不行了，叫小六子快回奉天。灵柩停在大帅府东门的厢房内。直到918事变后，此次事件一共死亡20人，受伤53人。河本大佐回忆说，他为爆炸成功后的行动安排了3个计划。首先，他预先联络了关东军几名带兵的军官，
准备在沈阳市某饭店附近集结1个旅的兵力。爆炸发生后，立即突袭张作霖的大帅府，解除卫队武装。但是因为传递消息有误，日军没有如期到达，这个计划未能实现。其次，他准备借张作霖的死亡，东北军群龙无首之际，怂恿关东军司令部借机稳定东北局势，出兵占领沈阳。然而，张师义诈称张作霖未死，关东军犹豫未敢发难。最后，他还有一个计划，趁机以东北军中的内应张景惠独立，造成东北局势的复杂化，从而为日军介入制造借口。但是张学良平稳地接掌了权力，使河本的第3个计划也没有能够实现，而张景惠最终还是下水当了汉奸，成为伪满洲内阁总理大臣。